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我是大观园》，我是雪莉。一天，释迦牟尼佛正在竹林精舍讲法，看到远处在一群护卫的守护下，款款地走来了一个衣着华丽、芳华绝代的女人。确切地说，她是一位王妃。她身上散发的檀香，隔着老远就能闻到。虽然与她是第一次见面，但佛陀知道，在久远的一个前世，在佛陀还没有成佛的时候，这位王妃曾是他的妻子。这位王妃名叫谶魔，这个名字有平安涅槃的含义。她出身尊贵，是摩揭陀国的公主，从小就美丽无比，白皙的肌肤光彩照人，妥妥的一位白富美啊。长大之后，谶魔嫁给了王舍城的频婆娑罗王，成为他的嫔妃之一。这位国王可是释迦牟尼虔诚的信徒，也是佛陀的大施主。他把自己的竹园送给了僧团，而且时刻关心照料着僧人们。谶魔对自己的美貌很是骄傲，对情爱也相当的执着。频婆娑罗王多次尝试劝说他去拜见佛陀，但他始终拒绝，因为他担心，如果佛陀当众批评他的美色，还要跟他说欲望的虚无，那他脸上可是挂不住啊。可是频婆娑罗王已经觉得脸上挂不住了，想着自己作为佛陀虔诚的信徒，自己的家眷都没有去拜访佛陀，实在是有失礼仪。同时也是好心的想着让谶魔有机会聆听佛陀的教诲。于是呢，频婆娑罗王想了一个办法。频婆娑罗王雇了一群的歌手为谶魔吟咏诗歌，赞叹竹林精舍的和谐、平静与庄严。谶魔很喜欢自然之美，听了之后十分的心动。于是这一天，谶魔穿戴了最华丽的服饰，抹了香气四溢的檀香，在侍卫的护卫下，终于向佛陀讲法的讲堂款步走来。我们这里插入一条工商广告。很多人呢，为了追剧看电影，订阅了不同的流媒体平台，像是 Netflix、Disney Plus、什么 HBO Max、爱奇艺等等。这些小的花销加在一起，每年算下来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呢。如果你像我一样使用 ExpressVPN， 就能省下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像 Netflix、Disney Plus 等许多流媒体平台啊，都是给不同的国家提供不同的节目。ExpressVPN 可以帮您更改在线地点，让您不需要额外的支出，就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电影纪录片。比如说，我想看一个电视剧叫做 Billions， 中文翻译叫亿万风云。它讲了一个富有的基金经理积累权力的故事，但是在美国的 Netflix 上并没有这个剧。而我使用 ExpressVPN， 只需要简单的点击一下链接，就可以把我的地点更改为新加坡滨海湾，然后刷新就可以看这部电视剧了。最棒的是呀，因为我连接到新加坡滨海湾的 Netflix， 所以呢，所有的节目都有中文字幕。你还可以连接到土耳其去看奥斯卡电影《妈的多重宇宙》，或者连接到意大利去看 Rick and Morty。 另外呢， ExpressVPN 100%的加密您的网络流量，所以不论我在哪里上网啊，都不用担心我的密码、银行登录信息等等会被盗取。如果您也想像我一样观看更多的节目，省钱并且保证网络安全，我强烈建议您使用 ExpressVPN。 它是福布斯、CNET、TechRadar 等世界大公司评价最高的 VPN。 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我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culture history，就可以获得额外3个月免费使用的特别优惠了。佛陀老远一看就看穿了他心中的担忧，立刻用神通变出了一个美少女，在佛陀身边扇风。谶魔看到之后震惊了，哎呀，天下竟然有这样美丽的女人，在她的面前，我的美貌根本不值一提呀。
大家都说佛陀总是贬低美色，他们肯定是误会他了。谶魔看着少女，简直挪不开眼睛。然而接着画风就变了，佛陀让这个美女肉眼可见的从青春年少变成了半老徐娘，然后又变成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牙齿残缺的老太太了，最后倒在地上一命呜呼，断气了。谶魔再次震惊了，天哪，这么美丽的身体都会变成那样，我的身体也会。哎呀，外在的美丽是多么的虚幻，生命是多么的无常啊！佛陀看透了谶魔的心思，说：谶魔，看看这身躯吧，生命不洁和腐烂的命运从四面八方蔓延渗透，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贪恋它呀。听到最后一句，谶魔豁然开朗，证悟了出国。但佛陀知道他有证悟更高果位的潜力，就继续开导他，说了另一首寄语：那些沉溺于欲望的人，如同蜘蛛陷入自己的网，只有智者能切断这些，追求真正解脱的快乐。谶魔顿时彻悟到，欲望不会带来永恒，只能带来转瞬即逝的火花，它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快乐。这样想着，瞬间就把欲望的执着放下了。尽管这位贵妇还穿着王家的华服，却已经达到了阿罗汉的境界，开悟了。这时的谶魔心地明澈，智慧奔涌，看到了自己许多前世的景象。哎呀，他这个开悟是不是也太快了呀？在佛陀的10大弟子中，可以使佛陀拈花微笑的大弟子大迦叶，出家以后用了8天才证得了阿罗汉果，而他竟然在见到佛陀的第一面的时候，就证得了当时释迦牟尼佛弟子们可以证得的最高果位。这不禁令人好奇，这个女子的根基为什么如此深厚呢？佛陀很清楚，谶魔这么快就开悟了，不是靠运气，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生性热爱最高的真理，总是努力靠近智慧的源头，生活在有如来佛降世的地方。在无数个前世里，当大多数众生还无知的在天界和地狱之间循环转世的时候，谶魔就已经在各位佛陀的讲法直播间听大觉者们讲法了。据说在遥远的91劫前，毗婆尸佛的时代，他就曾经做过比丘尼。10万劫前，为了供养莲花上佛，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美丽的头发。他也曾是一位俗家弟子，通过为僧团建寺来获得喜悦。在没有如来佛在世的时期，他就转生到辟支佛和乔达摩悉达多所在的地方。那个时候悉达多还没有成佛，但总是与他的家人讲生死无常的道理，而谶魔就是那个时候悉达多的妻子。在那一世，有一天谶魔的独子突然被毒蛇咬到了，结果就这么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却能保持平静，说：未曾请他来而他来，未曾请他去而他去，来去如风，我又有什么好哭的呢？亲友的哀叹对已经走了的人来说是无法听到的，何须为此而痛苦？他只是走上了生命必然的道路，哭泣或者不吃饭又有什么好处呢？只会让我的亲朋好友感到更加的痛苦和忧虑。还有一世，谶魔是一位王后，而国王竟然就是此生佛陀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他是一位正直的国王，恪守君王10大美德：布施、守德、奉献、诚实、仁慈、忍耐、和谐、无害、谦逊和公正。而谶魔作为王后，也同样秉持着这些美德，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正是因为谶魔在多次前世中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心灵，使他心灵的成熟度日益提高，所以在第一次遇见佛陀时，他能在瞬间觉悟到真理。
得知谶魔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果位，频婆娑罗王非常的高兴，同意他加入了比丘尼僧团。一天，魔王摩罗化身成一个英俊的男子，试图对他进行诱惑，说：你年轻又美丽，我也正值芳华，5种欢悦和谐共奏，快来与我共享欢乐吧。可谶魔连看也不看他，说：你说的种种欢乐，在我的眼中已经跟狗粪一样了。摩罗啊，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你已经被击败，彻底消失吧。摩罗还能怎么办呢？白忙活了一场，只好消失了。谶魔以智慧多闻于辩才而逐渐闻名四方。有一次，乔萨罗国的波斯匿王正在旅行，晚上抵达了一个小镇，他想和人做一场心灵的对话，就命令仆人去寻找镇中最睿智的沙门或婆罗门。仆人四处打听，却都找不到，但他得知一位佛陀的比丘尼弟子正在城里，他就是谶魔。国王接获报告之后去见他，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请问如来佛陀死后存在吗？世尊不说如来死后存在。那么如来死后不存在吗？世尊也不这么说。那么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吗？世尊并不这么说。那么如来死后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吗？世尊也不这么说。国王这个时候给弄懵了，谶魔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问国王：您认为卓越的数学家或者统计学家能精确地算出恒河中有多少粒沙子吗？嗨，这是不可能的任务。那您是否知道有谁能算出大海中有多少颗水滴吗？大海深不可测，难以度量。于是谶魔说道：佛陀也是如此，任何人想要去定义佛陀，只能从形体感受、思维、行为和意识来判断，但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已经无法用这些来衡量的，就像大海一样深邃莫测，难以估量。因此我们不能说佛陀死后存在或不存在，或者说既存在又不存在，或者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这些都无法定义那人类无法定义的如来。国王听到谶魔这番智慧的解答，感到身心通泰，非常的欢喜。后来他遇见了佛陀，同样问了这4个问题。佛陀的回答与谶魔如出一辙。国王惊讶不已，把自己与谶魔的对话向佛陀详细描述了一遍。在释迦牟尼比丘的僧团中，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犍连是神通第一。而在比丘尼的僧团中，也有2位与之对应，一位是神通第一的莲花色，另一位就是我们本篇的主角，智慧第一的谶魔。作为凡夫俗子，甚至是所谓的天才，我们每个人在浩瀚的宇宙中都不过是沧海一粟。以人有限的智慧，能真的理解那无限的宇宙和大觉者吗？所以真正的智慧一定包含无限的谦卑。人类确实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想去衡量觉者，不仅是在遥远的古代，现在不同样如此吗？观众朋友，您说呢？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